年纪大了，你最担心的是什么？有的人怕腿脚不灵便，有的人怕身体病痛缠身，但许多中老年朋友最害怕的，恐怕就是头脑变糊涂，得了老年痴呆。这种疾病不仅会夺走记忆，还会让一个人的性格和生活能力都急转直下，想一想都令人后怕。你是否想过，到了90岁、100岁的高龄，依然头脑清醒，记忆力棒棒的，和年轻人聊天都不落下风，听起来像是遥不可及的梦想，对吗？毕竟在我们印象中，人老了，难免会变得健忘，反应变慢，有些老人甚至会得上可怕的老年痴呆症。然而，最近哈佛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给我们带来了希望，他们发现了一个对抗老年痴呆的秘密武器，而且这个武器不是什么昂贵的药品，而是一种日常食物。只要从50岁开始，坚持每天吃一次它，就有机会大幅降低老年痴呆的风险，甚至活到100岁，脑袋都不会糊涂。这到底是什么神奇的食物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。在揭晓神奇食物之前，我们先来聊聊老年痴呆。老年痴呆其实就是医学上所说的阿尔茨海默病，是一种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大脑退行性疾病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大脑在年老时候生锈了。想象一下，我们的大脑就像是一台精密的电脑，年轻时运转飞快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这台电脑开始出现故障，里面存储的资料不断丢失，运算速度越来越慢。老年痴呆症患者常常会有记忆力减退的现象，刚刚说过的话转头就忘，甚至连子女的名字都会记错。除了记性变差，他们的思考判断能力也会下降，可能会认不出回家的路，做事常常糊里糊涂。更严重的是，老年痴呆还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脾气，本来和蔼可亲的长辈可能会变得焦躁易怒，甚至出现幻觉、妄想。到了疾病后期，患者日常生活无法自理，吃饭、穿衣、洗澡，这些最基本的事情都需要别人帮助，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和心理压力。对家人而言，亲眼目睹一位长辈一点点遗忘过去，连至亲都认不出，无疑是令人心碎的经历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？没错，老年痴呆症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难题。目前全球约有5000万名失智症患者，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攀升。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，越来越多的家庭都面临着亲人患上老年痴呆的情况。更糟糕的是，目前科学界对于老年痴呆症的发病机制还没有完全搞清楚，也没有能根治的特效药。也就是换句话说，一旦患上了老年痴呆，我们只能通过药物和护理来延缓它的恶化，却很难恢复已失去的记忆和能力。听起来很可怕，但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。年纪大了，偶尔健忘是正常的，并不是一忘事就意味着老年痴呆找上门。只有当记忆力和认知能力的衰退严重到影响日常生活，我们才会考虑达到了老年痴呆症的程度。所以平时丢三落四不用太紧张，不过未雨绸缪总是好的。因此，对于老年痴呆，预防远远胜过治疗。好消息是，科学家们并没有向老年痴呆症低头，他们一直在努力寻找预防这种疾病的方法。而最近，享誉世界的哈佛大学公布了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，据说找到了老年痴呆的克星。消息一出，立刻引起了全球关注。大家都很好奇，难道真的有某种食物能够帮助人类对抗这种可怕的记忆小偷？这项研究到底发生什么呢？让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。哈佛的大脑科学研究团队并没有研发什么高深莫测的新药，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我们每天的餐桌。他们想知道饮食习惯和老年痴呆之间究竟有没有关联。于是他们展开了一项大规模的长期追踪研究，这可不是找几十个人来做实验那么简单，而是对9万多人长达28年的生活习惯进行了调查分析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9万多人，28年，光规模就觉得很厉害了吧？在这28年里，研究人员每隔几年就调查参与者的饮食情况，特别关注他们摄取各种食物的频率和数量，当然，这其中也包括各种油脂的摄入。结果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，那些每天都会摄取适量橄榄油的人，罹患老年痴呆相关问题的风险明显比很少吃橄榄油的人要低。
而且这差距还不小。这样的结果，连研究人员自己都感到惊喜。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饮食习惯，居然能对失智风险产生如此明显的影响。具体来说，平均每天摄取超过半汤匙橄榄油的人，因老年痴呆导致严重健康问题甚至死亡的风险，比几乎不吃橄榄油的人低了大约 28%。 28%是个什么概念呢？将近30%的风险差距啊！假如有100个不常吃橄榄油的人，里面有10个最终不幸患上了老年痴呆，那么在同样100个每天吃橄榄油的人中，可能只有7个左右会患病，少了将近3个。这可不是微不足道的差别，堪称非常令人惊喜的结果。更妙的是，这个发现不受其他饮食因素的影响，也就是说，不管一个人的整体饮食习惯是不是健康，只要每天有摄入一点橄榄油，都和老年痴呆较低的发生率相关。当然，科学家也强调，这项研究是观察性研究，显示的是橄榄油摄取与老年痴呆风险之间的相关性，并不能100%证明吃了橄榄油就一定不会得老年痴呆。但结合以往其他各类研究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橄榄油对大脑健康的确有着积极的作用。毕竟，橄榄油早就因为对心脏有益而闻名，如今看来，它对大脑也同样友好。现在，我们已经知道了哈佛研究中提到的老年痴呆克星就是橄榄油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橄榄油不就是一种常见的食用油吗？我们平时炒菜用的油有那么多种，为什么偏偏是橄榄油对大脑这么好呢？橄榄油究竟有什么魔力，可以保护我们的大脑，让它老得慢一点呢？首先要从橄榄油的营养成分说起。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特别是油酸，听起来拗口，简单理解就是这种脂肪是对人体有益的好油脂。我们都知道，坏的脂肪吃多了会让血管堵塞，引发心脑血管疾病，但好的脂肪则可以帮助清理血管垃圾，增加好胆固醇，保护心脏和脑部的血液循环。橄榄油里的好脂肪就像清道夫一样，保持我们血管通畅，确保大脑能够获得充足的血液和氧气供应。要知道，我们的大脑非常贪吃氧气，大约占了全身氧气消耗的 20%。一旦供血供氧不足，脑细胞就会闹情绪，久而久之可能出现功能损伤。所以，橄榄油通过呵护血管，间接的也就呵护了大脑。除了好的脂肪，橄榄油还含有丰富的抗氧化成分和抗炎物质，最有名的一类就是多酚类化合物。别被这个名词吓到，其实就是橄榄油中天然存在的一些植物化学物质，具备很强的抗氧化能力。抗氧化，简单说就像防止苹果切开后变黄生锈一样，能防止我们身体里的细胞被过多的自由基攻击而受损。自由基就好比体内产生的小流氓，它们会攻击细胞，让细胞老化甚至死亡，而抗氧化物质就像见义勇为的勇士，帮助清除掉这些自由基，减少对细胞的伤害。橄榄油里的多酚等抗氧化物质，正是大脑细胞的保护神之一，能减缓衰老带来的脑细胞损伤，防止大脑过早生锈。更厉害的是，研究发现橄榄油中的某些特殊成分还有抗炎作用，比如初榨橄榄油里就含有一种叫做油橄榄苦苷的物质，有点类似于天然的消炎药，它可以减轻我们大脑中的慢性炎症反应。现在科学家认为，老年痴呆的发生跟大脑长期性炎症也是有关系的，所以橄榄油相当于给大脑提供了一个隐形护甲，帮助对抗那些会损害记忆和认知功能的炎症反应。另外，有实验研究表明，橄榄油或许还能帮助大脑清除有害蛋白质，例如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大脑中常见的贝塔类淀粉样蛋白斑块，被认为是导致脑细胞死亡的罪魁祸首之一。有科学实验在动物模型中发现，喂食橄榄油可以促进大脑细胞内一种清除垃圾的机制，帮助移除这些有毒的蛋白质沉积。虽然这类实验离真正的人体应用还有距离，但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，橄榄油中的成分也许可以直接作用于大脑的垃圾回收系统，减少有害物质堆积，从源头上延缓老年痴呆的进展。听到这里，我们可以把橄榄油对大脑的好处归纳一下。它通过提供优质脂肪，保障了大脑的血液供应，通过抗氧化抗炎，保护了脑细胞免受损伤，甚至有潜力参与清除脑内有毒物质。
难怪哈佛的研究发现，天天吃橄榄油的人大脑状况更好。这看来橄榄油真是货真价实的大脑保护神啊！知道了橄榄油这么好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，我们应该怎样在日常饮食中加入橄榄油，才能充分发挥它的护脑功效呢？其实方法很简单，毕竟橄榄油是一种食物，而且早已是很多国家日常餐桌上的常客了。首先，建议大家选择优质的初榨橄榄油，因为初榨橄榄油没有经过化学处理，保留了最多的营养物质和抗氧化成分，护脑效果也会更好。虽然初榨橄榄油带有一点淡淡的橄榄果香和辛辣感，直接喝可能有些人不太习惯，但我们完全可以用巧妙的方法把它吃进肚子。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橄榄油当作调味品，比如我们可以在凉拌菜里加入1-2勺橄榄油，拌沙拉的时候用它来代替沙拉酱，或者在煮熟的青菜、意面上淋上一点橄榄油提香。喜欢吃面包的朋友可以学学欧洲人的做法，把橄榄油加一点点香醋调成酱汁，拿全麦面包蘸着吃，既健康又别有风味。如果您平时喜欢煎炒烹炸，也可以用橄榄油来替代部分其他食用油，但需要提醒的是，橄榄油的耐热性没有一些植物油那么高，长时间高温加热会破坏其中的营养成分，所以橄榄油更适合中低温烹调或者凉拌。如果要爆炒高温，可以选择专门的纯橄榄油，或者在快出锅时再淋上一点初榨橄榄油，这样既能享受美味，又不损失营养。那每天到底吃多少橄榄油才合适呢？其实哈佛研究中提到的效果是，在每天大约半汤匙以上的摄入量就能看出来，所以每天1汤匙左右的橄榄油就足以让大脑受益。当然，这不是说你非得凉着喝油，完全可以通过正常吃饭来实现。比如做一份爽口的蔬菜沙拉，里面淋上橄榄油，或者炒菜时用橄榄油取代平时的油，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就把护脑的事给做了，一举两得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另外要注意的是，虽然橄榄油好处多多，但毕竟它也是油脂，热量不低。我们在增加橄榄油摄入的同时，最好相应减少一些不健康的油脂的摄入，以免总热量超标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好的油替换坏的油，而不是在原有饮食上无限制的额外多加1勺油，这样才能既保护大脑，又保持身材和心血管健康。有了橄榄油这个大脑守护神，我们预防老年痴呆就多了一件利器。不过，光靠一种食物毕竟不是万能的，我们的大脑健康受很多因素影响。想要真正把老年痴呆拒之门外，还需要全方位的生活方式配合。也就是说，除了每天吃一点橄榄油之外，还有不少简单的生活习惯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头脑年轻。一起来看看吧。1. 均衡饮食，多吃护脑食物。除了橄榄油，我们平时的饮食也可以朝着对大脑友好的方向调整。研究显示，像绿叶、蔬菜、各种新鲜蔬果、坚果、莓果类水果，以及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深海鱼等食物，都有助于降低失智症风险。这些食物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和抗氧化物质，能给大脑提供充足的营养，减少氧化压力和炎症。有一种著名的 MIND 饮食，就是专门为护脑设计的。它结合了地中海饮食和德叔饮食的优点，强调多吃上述这些健康食物，少吃红肉、油炸食品、甜食等不健康食品。研究发现，严格遵守 MIND 饮食的人，老年痴呆风险大幅降低。可见日常吃对了东西，大脑真的会感激你。简单来说，管住嘴，均衡饮食，多给大脑吃点有益的天然食物，准没错。2. 适当运动，保持脑部活力。常言道，生命在于运动，大脑的健康同样离不开运动的支持。适度的有氧运动可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，让更多血液和氧气滋养大脑。同时，运动还能刺激大脑释放一些有益的化学物质，比如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。有研究显示，经常运动的人，大脑中负责记忆和学习的海马体体积更大。换句话说，运动可能让我们的大脑长肌肉。所以，每周至少保持3到5次中等强度的运动吧，哪怕只是快步走半小时，也比整天坐着不动强得多。跳跳广场舞，打打太极拳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。此外，运动还能帮助控制血压和体重，
这些都是影响脑健康的重要因素呢。3. 动脑学习，增强认知储备。大脑有句名言叫做用进废退，如果我们总是懒得动脑，大脑的功能也会退化得更快。相反，多给大脑一点挑战，反而能增强脑细胞之间的联系，提高所谓的认知储备。什么是认知储备呢？可以理解为大脑的备用轮胎，储备越多，大脑就越抗折腾，即使有些细胞受损，别的细胞也能顶上。为了增加认知储备，我们可以培养终身学习的习惯，比如年纪大了也可以学习一门新技能，像是学乐器、学画画，或者参加老年大学的课程，学点新知识。平时多读书看报，玩玩填字游戏、数独，或者和朋友打打麻将、下下棋，这些活动都能让脑筋动起来。想想看，当你努力记忆麻将牌局，或者琢磨一道数独难题时，其实就是在给你的脑细胞做健身操呢。4. 保证睡眠，让大脑彻底放松。睡眠对大脑的健康极其重要。良好的睡眠就像是大脑的排污工，在我们熟睡时，大脑会启动清除垃圾的系统，把白天积累的一些有害代谢产物清理出去，其中就包括与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贝塔淀粉样蛋白。如果长期睡眠不足，这些垃圾无法及时清理干净，就可能在脑中越积越多，增加患老年痴呆的风险。难怪有研究指出，经常每晚睡眠少于5小时的老人，将来得失智症的概率明显升高。所以一定要重视睡眠质量，养成规律的作息时间，睡前避免玩手机等强光刺激，必要时可以喝杯温牛奶或泡澡放松一下。每天睡足7到8个小时，让大脑充分休息，才能以更好的状态服务我们。另外，睡眠还是大脑用来巩固记忆的关键时刻，睡得好才能记得牢，一觉醒来头脑清清爽爽，对记忆和学习都大有益处。5. 维持社交和好心情，不要以为只有吃和动才影响大脑，其实我们的情绪和社交活动对脑健康也很重要。许多研究发现，社交孤立、长期抑郁的人患老年痴呆的风险更高。毕竟人是社会动物，经常和家人朋友聊聊天，参加群体活动，能刺激大脑保持活跃，同时分泌让人愉快的幸福激素，减轻压力。有空多出门走走，和邻居晒太阳拉家常，或者参加个老年社团，找些志同道合的伙伴唱唱歌、旅游，这些看似娱乐的活动，其实都在无形中帮助我们锻炼大脑，赶走忧郁，让心态更年轻。有空还可以多跟儿孙辈相处，陪孙子孙女玩耍，既增进天伦之乐，也能让自己的生活充满童真的欢笑。除了以上几点，还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健康生活细节，对保护大脑也很有帮助，比如不吸烟、控制血压和血糖、保持适当的体重等等。这些措施虽然听上去平平无奇，但正是预防老年痴呆的基石所在。好啦，说了这么多，我们来总结一下。老年痴呆虽然可怕，但我们并非无计可施。哈佛大学的最新研究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简单又有效的建议，从50岁开始养成每天吃一点橄榄油的习惯，这么做有望降低将近30%的老年痴呆风险，相当划算的投资，对吧？当然，橄榄油不是灵丹妙药，还需要配合均衡饮食、规律运动、开动脑筋、充足睡眠和良好的心态等全方位的努力，一起来呵护我们宝贵的脑细胞。想象一下，若干年后的你，满头银发但思路清晰，和家人愉快地分享着年轻时的趣事，甚至记得曾孙辈们的生日，这幅美好的场景绝不是幻想。从现在开始爱护大脑，或许我们真的可以做到活到100岁依然不糊涂，告别老年痴呆的困扰。为了这样的未来，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给自己的大脑加点油吧。相信只要坚持这些良好习惯，我们就朝着无痴呆的100岁人生更近了一步。